分钱，把路货让开！让开！这是命令。是。你滚下来！怎么回事？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报告院长，是他们先挑衅的。我说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啊！身为一个军人，这点素质都没有吧？你看你脑袋上顶的什么？就你这个素质，现在大被我滚蛋！报告院长，他们侮辱我，我可以忍，但是我们中国维和部队不能受人侮辱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，我们现在重任在身，明白吗？是。郑川归队。是。谢天谢地啊，队长，你总算醒了。什么情况？你都快睡了一天了，现在天快黑了，指导员让咱们在附近扎营休整。咱们赶多久了？将近200公里吧。差不多2天就到了吧？队长，干什么呀？指导员吩咐的，让我盯着你，一醒了就赶紧吃药。不是，出发之前不是吃了吗？没办法，这是咱们出发前营长特别交代的。现在是疟疾多发期，咱们这次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服药量也得适当增加一点。行了，秦牧阳，你就别在这跟我轴了。我这辈子吃过最多的药，就是你们喂的。再说了，拿这个治疗药当预防药吃，不是你说出去多让人笑话呀！行了行了，你别在这跟我磨叽了啊！队长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真没办法，这是指导员特别交代的。我必须得让你把这个药吃了。指导员的命令是命令，我的命令就不是命令了，不吃了。不行，队长，这事儿没商量。你小子倒挺轴的是吧？我真是轴不过你了。嘿，行，我吃还不行吗？队长吃药用水啊，干嚼。给我来口水。不吃了啊！讲好了不吃了。不吃。命令。洪医生，快过来！哎，加床的病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，难道是自己跑出去了？他刚做完手术，怎么能让他擅自离院呢？这样太危险了，赶快找。是，走。
你好，请问童向真童医生在吗？你认识童医生？这些孩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我们在城外碰见了维和步兵营特战队，他让我们来找童医生，看看能不能尽量帮孩子们安排一下。我知道了，你跟我来。走。家宠的病人，哎，你别跑！童医生，队长，过来一下呗。行，我先过去了。怎么了，牧羊？我听他们说啊，你野外负重能100斤。哎，不是100斤，咱们队长那是全能比武，样样第一，就连副队还有指导员保持的记录，那也是分分钟超越。哎，不止分分钟。医生，来，副队给你练一动，来。不是队长，我去那边看。来，回来。哎，是这样的啊，这次的运粮任务呢，所有的驾驶队员都特别的辛苦。今天晚上这班岗呢，由我们特战队7个人分别完成。第一班，老宋、子楠还有牧羊，你们3个站第1班岗。第2班，我跟老边、老毕还有志勇呢，周边巡逻。记住，严守维和纪律。是。分头行动。医生，我叫盖亚田，会上午来帮你。他去找院长汇报了。醒醒！醒醒！没了，救不回来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他们好像得了疟疾，来帮我把他们送回院。起来，起来！你送过来这几个孩子，我已经帮他们注射了葡萄糖，但是要等到恢复后才能缓慢进食，不然的话身体会受不了的。真是麻烦你们了。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今天不也帮了我们吗？要不是因为你帮助我把那几个得疟疾的孩子送回来，他们可能都活不了。你很了不起。你们在医院每天要面对这么多事情，才是真的伟大。听说你在城外遇见特战队的人了？是啊。他们怎么样？很好。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你喜欢的人啊？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值得我们喜欢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甚至来不及告诉他，他抢走的那些药，对他已经感染了疟疾的孩子们不会有任何效果。他的生命在我面前戛然而止。我看着他留在这世上的7个孩子，我知道，即使他们的母亲为了他们搭尽自己的性命，
他们能够平安存活的几率依然那样渺小。残酷的事实让人沮丧到无法呼吸，不能言语。面对患者时的无能为力，让我对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要为其殉道的信仰产生怀疑。到底怎样才能拯救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呢？子楠姐，你说我要是留上胡子，是不是能显得成熟点？军队不允许留胡子呀，注意仪容仪表。哎，子楠姐，你晚上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你问这个问题干嘛？我没什么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因为体内雌性激素飙升才容易暴躁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只有我和指导员2个人就行了。牧羊，我倒是知道怎样快速平衡我雌性激素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呀？那是不是得喝个什么口服液之类的？你少说几句，我就舒服了。哎，子楠姐，要不然我跟你说2个笑话吧。牧羊，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女朋友。哼，子楠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信息工程学院呀，一共就3个女的，那3个女的每天争着抢着给我打水，你都不知道她们有多喜欢我。你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！老边，给你尝尝这个。哎呦，啥玩意儿？啊！哎呦，放！哪儿来的？哎呀，咱部队可有纪律啊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放心吧，纯野生的绿色食品，纯天然的，纯天然的。嚯！哎，我看你让老毕啊，把那点吃的都分给那几个战士了啊！都是帮大小伙子，那点吃的哪够他们吃的？想不到维和部队有多苦啊！但是到了才知道，没想到这么苦。苦不苦？想想红军25000，累不累？想想革命老前辈。哎，对了。那个，你儿子快上学了吧？当我干儿子吧。你说当就当，啊？我儿子，那挑干爹那是有标准的。况且，你这8字还没一撇呢，先给他找个干娘吧。别聊这个了啊！哎，你再给我来一个。行了，吃一个得了啊。都弄熟了之后，给别人分点儿。不是，你那么多的，你给谁留的？给谁留的？给兄弟们留的呀。给谁留的？那假的，是给童医生留的吧？你也不怕坏了？说什么呢？你这个嘴呀！我给子楠留的。给子楠留的？你也不怕老宋追着你打？行，就你这个嘴呀，什么都堵不住你这个嘴。手榴弹能堵住吗？你还别说，我就爱这口，你给我煮一个。行，你行啊。不是，你再给我来一个。哎，牧羊，今天开车累了吧？不累，今天队长还夸我了呢，说我这开车技术是越来越好了。你是我们部队的珍稀保护动物，让你开车啊，大材小用。你呀，还是回去休息，好好保存好实力。明天呢，争取有个好状态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子楠姐，区200公里，我还是有力气的。你不光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甚至是返程，你得养精蓄锐才行。听我的话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！哎呀，子楠姐，你就别担心我了啊，你放心吧，
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的话，那明天你就跟我坐在一起。要是这样，我就会一点都不累了。就按你说的办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你现在赶紧回去休息，听到了吗？那咱们说好了啊。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哎，对了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呼我。放心吧，随时。啊。这只有你们两个吗？看样子村里还有其他人。我们去看看。不要，这只羊是我唯一的活狗了，请不要带走它。你要想在这儿受到保护，必须交保护费。水，还有粮食，都不是免费的。这是我所有的了，求求你，把羊留下。这就值1枚子弹，我现在就给你。你找死是吧？不要！找山枪，快！别动！你，快走！又是你！ Hawa ni watu waliokutana nao, wanao magari na chakula. Mungu ni mwema, watakuja kutulisha wao wenyewe. Mungu akikunyima huku, ukujalia kwingine. 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？识相的马上离开。志勇，他们人太多，咱们不要迁就妄动，随机应变。 老毕志勇呢？老毕，志勇，老毕，志勇，听到请回话。告诉我你们现在的位置。 你们的人在我手里，想要他们活命很容易。你们得和我们做笔买卖。没问题，但你要确保我们2名战士的安全。你们这种生死之交的荣誉感真让人感动。做好交易的准备吧。 今天咱们兄弟几个挣票大的，拿走所有的武器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开始吧。拿点武器，什么都拿。
看来我们是碰上塞利亚的山大王了。牧羊到，放无人机，追踪信号。是。子南老编到。通知运输队员拆帐篷，立即集合。是。老宋，架远程武器。好。动作快点！你们可真是懒驴上磨，屎尿多。他们有2辆皮卡，每个皮卡上面坐有5个人，都配有武器。志勇和老毕同时被压在这一辆车上。队长，那现在咱们怎么办？要主动出击吗？牧羊，稳着点，现在还不到非要动手的时候。老编说的对，既然他们想谈判，那我们索性就不主动出击了，稳着点。说的有道理，以静制动。我们特战队要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。子南，到。一会儿谈判的时候，你来谈。是。你这样。我们是中国维和步兵营，奉命执行护卫任务，请你们表明身份。我们要粮食。车现在是空的，粮食已经运回，塞利亚政府会进行合理分配，你们会得到粮食的。这个国家怎么还有人相信政府？他们不知道我们塞利亚是什么地方吗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当愚蠢的村民来糊弄吗？你们现在有2个战士在我们手里。每个战士值多少斤粮食？你们自己考虑。先冷静点，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数字换算有那么难吗？好，现在我给你们3分钟时间，计时开始。你等等，我们现在没有粮食，你得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筹备。光要粮食不够。我们还要加筹码。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你过来，我们要跟你单独谈谈。队长，不能让子楠姐过去，咱们强攻吧。老宋，如果我们轮开了干的话，违反了维和交战规则了。老聂，我告诉你。不管违不违反交战规则，绝对不能让子楠去冒这个险。队长，让我去吧。我是一名战士，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会让他们为藐视女性而付出代价。子楠，执行任务。是。
我们都在，注意安全。他要是过来了的话，我们到时候真的放他们走啊？我们见机行事。我过来了，你放了他们。还是太远了，你再走近点儿，再近点儿。看见了吗？你的人在我这儿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把他们都杀了。你竟然说话不算话！那又怎样？我会让你知道，中国女人不好惹，中国女兵更不好忍。严逼，开火！子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错了，饶命！混蛋！那帮中国人追上来没有？暂时看不到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埋伏。太大意了，粮食没抢到，还受了伤。如果不是你非要那个女人，咱们粮食早就到手。你还敢怪在我头上？要不是你们两个废物让人家潜伏到咱们中间来，怎么可能会被内外围攻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谁再出声我就杀了谁！咱们必须到镇上的诊所取出弹片，否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。这附近的村子早就被别人洗劫过一遍了，诊所都被清空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去丹城。不，那里现在是政府军的地盘，我们去了的话就是自投罗网。听着，你们谁都不许提交战和刚才抢粮食的事。如果有人问起来，就说被武装分子打伤了，我们只是一些难民。指导员，怎么了？指导员，你说你在部队这么多年了，一向以稳重著称，怎么还会犯新人常犯的那种贸然行动的错误啊？什么叫贸然行动？子楠，我自己做事，自己心里有数。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你听说过没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你被人羞辱，给人做人质，我做不到。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我告诉你，子楠，我是绝对不允许公然侮辱女性这种事儿在我面前发生。你就承认吧，这会儿你心里已经有我了。这是在关心自己的战士。指导员，有时候呢，人要直面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就不怕哪天后悔啊？去看一下6号床的病人页输完了没有？还有昨天送过来那几个孩子，去看一下他们的情况啊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童医生，你还有2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什么问题？几号床？回你母亲大人的电话。他电话打你那儿去了？对啊。啊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不用猜都知道他肯定是催我结婚的。嗯，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？
我看他火急火燎的，以为关心你的枪伤，所以好像不小心说漏嘴了。你跟他说我受伤了？那我得赶紧给他回个电话，不然以他的性格，恐怕现在连机票都买好了。哎妈，哎，香珍，哎呀，你总算是接妈妈电话了，你的肩伤怎么样了？哎呦，这不是怕您担心吗？而且我现在没事儿了，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看没有，没事儿吧？是的，哎，你妈呀，非要让我去找高波。人高波当年是新兵蛋子，现在人是堂堂正正的维和部队的营长了。人这能听听你找女儿吗？你跟你爸一个比一个沉得住气，我跟你们俩可没法比。不是，哎，你妈呀，还要往大使馆打电话，你看真够可疑的。别说大使馆了，他要是再不接电话，我就跑去机场了。哎呦，你俩是斗嘴呢，还是给我打电话呢？哎呀，你爸这一捣乱，我把正事儿都给忘了。什么正事儿？您说。你说。哎呦，您别不说话，您不说话3秒钟，我整个人都特别瘆得慌。香珍呐，是妈妈不好，我原来以为你去塞利亚就是为图个新鲜好玩，你每次都是报喜不报忧，一来电话就说好好好，哪儿都好。本来就挺好的嘛。宝贝儿，你最近跟杨洋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俩这把事儿给定了啊！回来就办，我帮你们操持啊。妈，我的事儿不用您操心了，我自己心里有数啊。我这边来了台手术，我先不跟您说了。怎么了？你们俩闹别扭了啊？哎呦，哎，香珍，你赶快去工作啊！你别耽误孩子工作好不好啊？香珍，你多多保重啊！我们这俩都挺好的，没事啊。电话挂了啊。好，那我先挂了啊。放心啊，啊。营长，情况就是这样。你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啊，你说宋建臣先开的枪？是。聂风呢？聂风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不制止？枪响得太突然，他来不及制止。什么意思呀？这是啊？宋建臣这么冷静个人，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？聂风怎么还回车上睡觉？这俩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怎么样，老边？根据咱们指导员这次的鲁莽行为，营部给了批示。什么批示？不是副队，指导员只是一时心急，他跟……行了，少说2句吧啊！老宋，放心，出了事儿，我们一起担。什么就一起担着呀？我先开的枪就是我先开的枪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就跟营长说，有什么责任，我一个人担着。哟，脾气还不小了，你就别再轴了啊！各单位注意了，雨水最多的地方，我们都已经过去了，剩下的路不多了。中资企业同胞在建成路口等着我们。我们这次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粮食安全。上车，出发！怎么了？新基地怎么样了？我在新基地，悠闲地晒着太阳，喝着美酒。我是不是应该感到特别高兴啊？可是我现在却为我自己付出的代价而感到痛苦。我的痛苦你理解吗？我脑海中的每一秒都在计算我的损失。我向你描述这么多，并不是为了回答你新基地这种无聊的问题。不是的，现在我问你，我们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向前推进？
近来丹城附近武装暴动频发，局势有些失控。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，大量难民和武装分子都涌向了丹城。乌托，你别着急，丹城都是我们的。别像3岁小孩一样的安慰我，我不想听虚头巴脑的话，我要的是具体的东西，能用手触摸到的东西。我可以不断地给鲁尔施压，挑拨他们3方的关系。你只需要安排好可以操控的傀儡，给鲁尔找好接班人。这个傀儡我早就找好了，他你也认识，他叫阿明。这个人有一定的号召力，很多人相信他可以带来新的和平。你选他？你疯了吗？阿明是被鲁尔亲手罢免的，政府还在通缉他，你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人选了吗？你觉得你可以糊弄别人，但你糊弄不了我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最好给自己找个合适的机会出局，你明白吗？我会想办法的，好吗？对了，我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实话实说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，但我的仁慈和宽容驱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不能进去。不要误会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我们有命令，没有证件一律不得入内，除非有人来接你。好，那你可以帮我通知他吗？可以，但要本人亲自出来。好，他叫聂风。他不在。哦，那宋建成他也不在。老毕他也不在。牧羊，还有冯志勇。哦，还有一个女孩，很漂亮的，她叫子楠姐。对，朱子楠对吗？对。她也不在。哦，对不起，如果没人来接你，请让一下。嘿，高院长。高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。见到你我也很高兴。聂风他们呢？不巧，他们执行任务去了，现在没在。啊，好可惜。怎么了？我本来还想采访他们一下。采访他们？采访什么？就是我拍了一个不太好的视频。对了，我也可以给你看看。这些人的行为真是太恶劣了，一定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让他们道歉。麦克先生，请问您这个视频是在哪里拍到的？是在城外土路上。可以拷给我一份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麦克先生，您帮了我们大忙了。不客气。走，出来！老实点！这是一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给我们留下的录像。录像的最后，这位无私的国际友人惨遭不明武装分子的杀害，村庄的钱财、牲畜都被洗劫一空。这个村庄距离丹城只有10公里。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？从手法和劫掠的物品判断，应该是塞利亚本地的武装组织，并没有什么针对性。作案以后就消失了，应该是流窜到了别的地方。但是，几乎是在同时，在另一起暴乱中，2个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队遭到了抢劫，15人因此丧生。救援队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被洗劫一空。这次抢劫就有很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，因此我们判断，应该是乌托和上校那些人。不一定是乌托和上校那些人，这也有可能是马努特的势力。可是马努特现在已经在流亡了。由马努特本人在国外操控也是有可能的。眼下更棘手的问题是，
大批的武装分子混入了难民队伍，正在向丹城涌来。丹城现在情况十分复杂，情况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预防恐怖袭击行为和震慑恐怖分子，维和部队必须在丹城核心区域加强人手和守卫，但不限于总统所在地。高营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诸位，中国维和部队对于维和的相关事宜一向是当仁不让，也绝对不会推辞的。可是我要说的是，就在昨天，我营战士例行巡逻的时候，却遭到了鲁尔总统护卫的无端辱骂。他们甚至用到了“混蛋”这样的词语来公然侮辱我中国军人。既然有这种事儿，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中国维和步兵营强烈要求，必须要有人对此次事件负责，并且向我们的战士当面道歉。高营长，这件事情你有证据吗？这个 U 盘里面的所有视频，记载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。那就好办了。和罗尔见面的时候，我会向他施压的。中国维和步兵营服从联赛团的所有任务安排。欧阳女士，请您转告鲁尔总统，政府部门必须要有人出面为这件事情负责。我不能看着我的战士流血流汗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还要忍受他人的无端辱骂。中国军队有自己的责任和尊严，我们也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无端挑衅。高营长今天十分不一样，我们会对这件事情负全责的。中国维和部队遭受的侮辱，也是对我们联赛团的侮辱。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教训，我们会给出一个歉意。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这样的事情的发生。我作为联赛团的特别联赛代表，我会一并向鲁尔政府继续施压，并且提出让鲁尔政府为我们道歉的要求。我们的战士代表联合国来维和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就是为了捍卫塞利亚的和平。但是我们绝对不允许有人侮辱我们的祖国。整个过程中，中国维和部队的表现很有风度，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。我会处理的。总统先生，这不仅仅是只对中国维和战士的侮辱，更是对联赛团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维和战士的侮辱。因此，此次事件事关政府对维和部队的态度，我觉得这恐怕不是私下处理就可以解决掉的事情。等我一经查实，我会让他们到中国维和部队道歉，在公众面前郑重道歉。有关维和部队加强警卫的问题，我们会等你的答复。我们会尽全力解决这件事情，放心。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，你们自己去向中国维和部队道歉，就别滚回来了。当时我们喝多了。总统阁下，如果我们去了，您以后在中国维和部队面前，怕是抬不起头了。哼，你们两个蠢货，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蠢货，你们两个现在就去给中国的维和部队道歉去，马上就去。总统先生，增加巡逻范围，这分明是在分割您的权利啊！联赛团一直以来有意地偏袒马努特。是的，我知道。马努特的势力
还在日益增长，我们不得不防范。总统先生，不如就顺水推舟，找个理由把维和部队给踢了。我会考虑的。最近发生的事情真让人感动。任何时候维护国家的尊严，都是我们最后的底线，是永远不能触及的底线。刘天琴只是一名普通战士，但他用自己的果敢、冷静，守住了整个国家的形象。我们是维和战士，我们当然要遵守维和行动各项原则。但这坚决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国家被侮辱、底线被践踏时要忍气吞声。我们不卑不亢，一定会在不损害维和原则的基础上，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。这才是我们这支军队最悠久、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。我们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的身后永远是几百万的战友，我们永远生死与共。营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到饭点怎么不去吃饭去啊？烦，没胃口。大小伙子还没胃口？你这，去趟操场，有任务给你安排。是。打起精神来！是。去吧。我们来这里，是为侮辱中国士兵而道歉。这件事是我们的责任，跟我们的总统没有关系。总统没指使我们这么做。我们会自己承担一切后果，希望获得你们的原谅。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们。我代表中国维和部队接受你们的道歉。哎，来了。想家了？没有。想嫂子了？说什么呢？想儿子了？想儿子了。挑张画的。这小子画的真好，长大了当画家吧？哪有？这是埋怨我来呢。看看，大海、海边，一天到晚吆喝着，让我带他去海边玩。咱们老执行任务，总是骗他。这回好了，直接出国维和了，又骗了我大儿子一回。没办法呀，有任务在身。哎，但是嫂子真是好样的。哼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咱们不是要来维和吗？走之前，我跟昭昭说，老昭，爸爸呢要出去执行任务。他说，爸爸，你要去哪儿执行任务呢？我说爸爸要去非洲。
然后我儿子问：“你跑那么远干嘛呀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社长，在非洲有好多像你这样的小朋友，他们没有人保护。爸爸就是要去非洲保护他们。”你猜我儿子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儿子说啊：“爸爸，你真的太伟大了，我也要像你一样，我要和你一起去非洲保护那些儿童。”我跟他说：“儿子，你比爸爸还要伟大，因为你要留下保护你的妈妈。”漂亮，这话说的漂亮。哎呀，周周啊，像咱儿子。羡慕啊？能不羡慕吗？你也生一个呀？我没那个福气。咋着呢？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我怎么保护别人呢？那你觉得童医生你能保护得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这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是不是觉得配不上人家？肯定的呀，人家长得那么漂亮，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在人父母眼里，那肯定也是个掌上明珠，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？我告诉你，真正喜欢一个人，那就是从觉得配不上他开始的。不是，再说了，我兄弟啊，那只有别人配不上我兄弟的份儿，哪有我兄弟配不上别人的份儿啊？哎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一定配得上他。哎，现在是没那个想法做后吧，转业之后再说吧。老聂啊，有个事儿呢，我一直没跟你说。是不是兄弟？有事瞒着是不是兄弟？不是，这次维和结束以后，回国了，我就转业了。转业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？不是。殿下，到。跟我走了一圈，有什么感受啊？不管看多少遍，都让人热血沸腾。虽然这儿的一切咱们都已经烂熟于心了，但是每次来，我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触。殿下，到。你可是咱们旅的一面旗帜啊！政委，您把我叫来，不是就为了怀念这些峥嵘岁月吧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还真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谈。您说。我们旅的一些干部要面临转业，我是政委，接下来要跟面临转业的同志一个一个沟通。在这支队伍里，你的资格最老，不管从军事素养、政治觉悟等等方面，你都是顶尖的。你是我们旅的定海神针呐。所以，我跟旅长商量了一下，想跟你提前沟通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起个带头作用。要是你答应了，其他的同志那工作可能更好开展一些。政委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是咱们旅战士提干，军校毕业以后，继续回到旅里工作。这么多年了，
在旅里待的时间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。我热爱军营，我喜欢这身军装，我甚至都不知道，脱了这身军装，我还能干什么。但是，我是一名军人，是一名党员。如果组织需要我戴这个头，这个头我一定戴好。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。别想，你要理解我的心情啊。不管是转业了，还是留在部队，我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，在为祖国、为党、为部队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。你放心，你要相信组织，组织一定会安排好你转业之后的事情。你个人有什么困难，部队一定想办法。我绝对相信组织。政委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。我想参加这次维和行动。这件事情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我会优先安排这件事情。谢谢政委。应该是我谢谢你。你放心的去参加维和任务，家里所有的事情，组织来帮你解决。我们等着你凯旋归来。没事儿，反正我都想好了，而且组织也给安排了工作。我亏欠你嫂子太多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嫂子嫁给我之前，那是一个连油菜和白菜都分不清楚的人。这么多年，她一个人照顾昭昭，唉，辛苦她了。再说了，我得带我儿子去海边玩啊，要不他埋怨我一辈子怎么办？尊重你的选择，当兄弟的，你怎么决定，我都义无反顾的支持。真羡慕你，老边。我来塞利亚这么长时间了，部队里发的补贴，我都给存起来了。给咱儿子当奖学金。你少来这套，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不是，谁看不起你了？你不拿我当兄弟是不是？哎，没这个必要。什么没这个必要？这是我的心意，是你儿子也是我儿子。以后再说吧。羡慕你啊，羡慕你这么幸福。老聂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像我这样的。家里最近怎么样？家里，挺好的，媳妇孩子都挺好。好。想没想过，这次维和任务结束之后，回去有啥安排？打算？那还能什么安排啊？这不眼瞅着明年全军大演习，我还琢磨着，哎，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，
你还别说，咱俩搭班子这么长时间啊，我真从你身上学了不少新的作战理念。我决定回去以后马上把这事儿向旅长、政委好好汇报一下，大干一场。啥意思啊？啊？那怎么提起演习这事儿你一点都不兴奋？不是你作风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一想着回去，明年要搞演习，我是成宿睡不着觉。老高，你答应我，如果说咱回去了，演习的时候我红你蓝，咱说好了，谁也别手软。我明白你，老胡。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眼瞅着该回去了，不愿意想这事儿，你还是给提起来。你说咱们全营这几百号的兄弟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，回国以后马上要各奔东西，心里边啊还真是有点不舒服。先别告诉兄弟们了。这你放心，凝聚人心是大事儿，这我肯定不含糊。我懂你意思，你放心啊，真有一天咱哥俩分道扬镳了，我红你蓝，我一定不会收拢，至少对得起咱俩的交情啊！输定了，我跟你说，还不一定呢，试试吧你。战士们情况怎么样了？尤其是那些即将参加维和行动的战士，要做好他们的工作。报告六副司令，士气很好。不过这个消息我还没有告诉要参加维和任务的战士，我想等他们结束任务，回国之后再宣布。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的思想上想没想通啊？我想通了。你没想通，不论想通与否，我都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。服从命令是服从命令，想通是想通，这是两码事儿。那您既然让我说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们这个旅虽然组建不到10年，但是我一直为我们这支部队感到骄傲。我们旅在全军比也不差，为什么这次又要打散？实事求是地说，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的部队确实不多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正是因为你们特战旅的优异，才要让你们变成无数个细胞注入到今后新组建的部队中去。你们是用特战旅的涅槃，为今后创造出更多新鲜的优异的血液。特战旅就是种子啊，这样的种子越多越好，它们会长成参天大树，守护我们国家的疆土。只有这样，强军梦、强国梦才能实现。我明白了。报告副司令员同志，我们一定会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好。老板他们来了，进来吧，坐吧。这家餐馆虽然小，但是非常的美味。尝尝。我不太明白。快点吃吧。恭喜你们，
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塞利亚最有名的人了。虽然不是很光彩，但你们也因此付出了代价，让塞利亚彻底成为了一个笑话。就是因为你们两个，全塞利亚都因为你们二人感觉到了羞耻。我也替你们的家人感觉非常的羞耻。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，也把工作丢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有用脑子想过这件事吗？一个举动就成了这个局面。羞辱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们当时喝多了。不对，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内心真实的声音。你们两个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们是塞利亚人，我们一辈子都为了塞利亚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现在呢，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们，他可以帮助你们洗清这所有的误会，同时，他也可以帮助你们挽回荣誉。他可以让你们活得有尊严。布拉德先生，你希望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跟着我来，自然就会知道一切。必要的时候，我可以为你们两个各自的家人申请避难。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啊？相信你们的选择。如果我们真的到了美国，我们要干一番事业了。营长，我们已经装运好物资，即将返程。好的，好的。返程路上的一些受损路段啊，埃军的工兵已经进行修复了，确保你们能够以最快的时间返回丹城。是。好，保持联系啊。我们被袭击了，我们现在需要被救助。看你们的武器装备，可不像被袭击。我就是个普通村民，被袭击了。他们还想对我的妹妹下手，她还不到12岁。什么样的袭击？啊！好好看看，给我看看。我的胳膊，我就是用我的这条胳膊抵抗的武装分子。这条胳膊。他可能会因为你的一时犹豫得不到治疗而废掉。报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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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听到吗？嘿，兄弟们，都过来一下。如果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硬闯，然后去医院抢劫药物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枪，拿好枪，别在这个时候退缩，知道吗？一会儿都听我的指示。有人想见你们，还想知道伤害你妹妹的事情。好的，医生已经在里面等着你们了，快进去吧。你们没有听错，我要你们去总统府。你们很幸运，不能带着枪到总统府，我要收缴你们的武器。带他们走，去把他们的武器收上来。
带他们进去。哼。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怎么了？今天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？对他们满意吗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就在塞利亚，你不会觉得连个卖命的人都没有吧？不，他们是最容易、最好煽动的斗士。不到1天，他们2个的侮辱和道歉的视频都已经家喻户晓了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一向不太喜欢别人向我提一些问题。他们不是别人，他们是鲁尔的护卫，他们就代表了鲁尔政府的行为，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你懂的。用他们给中国维和部队制造麻烦，也就是鲁尔与中方的不和。鲁尔当然不愿意背下这个黑锅的。那他也可能栽赃给马努特。中国人常说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所以不管他们哪一方受到了损失，那么对于我们来说，那都是最好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唉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快点解决问题。我还想回家陪孩子们过万圣节呢。你值得拥有。我们要玩个游戏。Eeny, meeny, miny, mo。恭喜你加入了。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外面都是一些持枪的护卫。请坐。请坐。我听到一些消息，说有人伤害了你们，是这样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就是普通村民，从距离丹城大概100公里的村子来。武装分子骚扰你们吗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从1个月来1次，到现在1个礼拜来好几次。他们也伤害我们村的孩子。他们甚至连牲畜也不放过。所以说你是村长？是的，我带领我的村民对抗他们。他们抢夺了我们的武器，还有粮食。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村。他们不但抢了你们的东西，还欺负了你的妹妹，是吗？是的，是我妹妹，她还不到12岁，还比较单纯。所以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用武力来保护自己了。所以你们对抗他们才受了伤。他们穿着是什么衣服？是制服吗？还是别的衣服？他们看起来不是我们这里的人。他们不但抢东西，还用枪射杀你们。是的。是什么样的人想伤害你的妹妹？他们是黑皮肤人，还是其他的肤色？其他的肤色。他们穿着制服，还是别的什么？
穿着制服。哦，是这样。他们有没有戴着头盔？戴了。他们的头盔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？蓝的。听你所说，应该是维和部队伤害了你们。只有他们穿着制服，拿着枪，人多势众，还戴着蓝色的头盔。应该是吧。你记住，中国维和部队想对你妹妹动手，你们发生了冲突，而你和你的好兄弟们一起反抗了他们，所以才会闹成这样。你必须要记住这些，知道吗？中国人戴着蓝头盔，欺负了我妹妹，我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抵抗他们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证据，好吗？你说你们对抗的是谁？中国人戴着蓝色头盔的。真抱歉，让他们又把痛苦又回忆了一遍。为了塞利亚人民的安全，可能还需要你们再复述几遍。我很抱歉。我们愿意配合。够了，这不可能。欧阳小姐，请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好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5.8毫米95式子弹，只有中国人才用这个子弹。你必须要调查，并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会向总统汇报这里的情况的，请尽快查明此事。我也希望查出事情真相，不要冤枉了好人，也不要放过了坏人。这件事情当然是要越快越好，你们也要照顾下对面3位，给他们食物、药物，还要给他们安排守卫，保护他们。不管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我们都要展开调查，你知道？这太荒谬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。那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们是伪造的呀。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东西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能坐视不管，我要给高营长打电话。你现在不能打这个电话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，都是真的，那欧阳小姐，你现在的行为就属于包庇。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？丹妮小姐，请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是联赛团最高行政长官呢。你还知道我是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？你心里真的这么觉得吗？布拉德，我一直都很奇怪，为什么自从你来到塞利亚之后，这儿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联赛团，现在的形势也变得非常的混乱，非常的复杂，黑白不分。欧阳小姐，你现在的位置非常的重要，不要只偏袒中国人，要给联赛团一个交代。我们不能污蔑了好人，也不能放过坏人。在你眼里我是这种人吗？懒政不作为。好，那样的话，我不如早点打报告辞职好了。我只想要帮助你。你看那小子谁呀？嫂子怎么带他过来呀？他算老几呀？嫂子不知道你容易受刺激，你一受刺激，那脾气发起来。谁受刺激？谁受刺激了？你看他那样，我能受刺激吗？啊，一大老爷们儿，连点辣椒都吃不了。你看他辣那样啊，丹妮能喜欢他？就是，呸！他肯定跟你比不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说他不会欺负嫂子吧？哎，他要欺负嫂子，
不，你得上去扛着这敢。帮帮我！帮帮我！帮帮我！请你们帮帮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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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宋，你们先走，我了解一下情况。帮帮我！帮帮我！你们去哪儿？你们要去哪儿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丹城。我儿子在丹城，能不能带我去啊？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，别伤害我，别伤害我！帮帮我！帮帮我！我受伤了，我要去见我的儿子，可以吗？你们帮帮我！好了，我想这些中国人会喜欢我给他们的惊喜的。